叩见皇上太后。都起吧。谢皇上太后。今天我把诸位王公大臣们请来，就请大家当着皇上的面说一说，新皇刚立，朝廷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办好第一件事，若做成了此事，那么举国振奋。这意思谁都懂。摄政王问的是，当务之急是哪件事情是该办的第一件事情？本王以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就是拿袁世凯开刀。袁世凯元凶大恶，应该杀之。肃亲王所言甚是，本王赞同此意。本王这柄白红刀，受赐于咸丰先帝，今日若捉着袁贼，正可以拿他祭刀。皇上已然擂鼓，我等必当听命。袁世凯，他训练统领新军已经有多年。如果日后以此挟制朝廷，则无计可施啊！这袁世凯党羽甚多，今日不除，日后必成大患。摄政王，你的意思呢？皇上，先帝有遗诏，必杀袁世凯。袁世凯是否诛之，请皇上定夺。皇上圣明。当今天下大乱，应该杀一儆百。辛苦摄政王，你拿个主意吧。这件事情，还是请皇上定夺吧。又请皇上，这样吧，宝刀给我，咱们请皇上拿刀。如果皇上右手拿刀，那就是主杀；如果是左手拿刀，那就是不杀。皇上，皇上圣明，国之大事，岂能儿戏呀？既然是皇上的圣裁，谁敢不领遵？既然你们都说袁世凯该死，那能不能说说袁世凯怎么样死？我有一个主意。砍得好，砍得好！谢皇上夸奖。砍蹬腿与朱元有什么关系呀？明天宣元贼进宫议事，摄政王代皇上赐座。元贼不知这椅子3条腿，一坐上去，必然跌倒。军前失仪，死罪1条，当场手起刀落。妙啊妙啊！啊，罪名有了，人也杀掉了。都起吧。谢皇上太后。既然是这样，那就事不宜迟吧。咱们明天动手。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所有参加今天议事的诸位，都在宫中留宿，不得走出宫中一步。微臣告退。老爷，哎呀，你怎么没到床上去睡啊？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眼皮一直在跳啊。您是哪只眼皮跳啊？有说法吗？左眼跳祸，右眼跳福。那你看，就是我左眼一直在跳啊。不，我说错了，是右眼跳祸，左眼跳福。贼的雷贼起贼起贼贼的雷贼起贼起贼贼的雷贼起贼起贼贼。
的御餐加2片雪梨。让奶妈多吃点红枣。站住！卫兵不得入内。袁大人到哪儿，我们到哪儿。你们也不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就一个人进去。袁大人，请把你的枪留下。宣袁世凯觐见。臣袁世凯叩见皇上，叩见皇太后。平身吧。谢皇太后。袁大人，请坐。谢摄政王。慢。太后。袁大人，还是站着说吧。臣遵旨。摄政王，你不是有问题要问袁大人吗？直接说吧。袁大人，哦，皇上，你有什么吩咐？臣在。皇上有旨，袁大人赐座。谢皇上。摄政王，你不是有事问袁大人的吗？怎么还不问？摄政王有事下询臣，臣知无不言。啊，袁大人，这个天气好像又凉了许多啊。摄政王说的对啊，天气是凉了。这袁大人的身体好像又发福了嘛。让摄政王笑话了。我这种身材是五短身材，简直是横长，一贯如此。袁大人的脚气病好像又犯了吧？谢摄政王关心，这都是老毛病了。说实话，这脚气据说是武德之病啊。武德之病？那脚气是病，但不伤身，人也。那脚气就是一个脚趾缝里表，所有的脚趾缝都会有，义也。脚气待在脚趾缝里面，礼也。脚气之养是拿不住、抓不到的，治也。脚气是在冬日寒冷或者傲热潮湿之时才有，信也。由此武德，这脚气乃武德之病啊！是不是啊？啊，脚气乃武德之病啊！恭亲王。皇上面前何等尊严，岂是你袁大人谈论脚气的地方？各位王公大人在上，我袁世凯除了谈论脚气，还真不知道谈论些什么了。放肆！肃亲王，现如今革命党在外面煽风点火，大清朝举步维艰，实在已经无话可说。这袁某说是脚气，也算是有关痛痒，又有何不可呢？混账！来人，拿下！慢着，袁某实在不知道何事得罪了肃亲王。你得罪的何止是肃亲王一个，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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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袁某就越发糊涂了。袁某唯有请皇太后，请摄政王做主。皇上，北洋新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邀请袁世凯回北洋新军主政，否则将发生兵变。放肆！禀皇上，
英国公使朱尔典邀请外务大臣袁世凯到东直门喝茶，如果袁大人不肯赏光，他将联合公使团向朝廷提交照会，一切外交风波由朝廷负责。知道了。袁大人，没事了，退吧。微臣告退。哼，这是怎么回事？原本要倒的椅子怎么没倒？如果椅子倒了，袁世凯军前事宜，那恭亲王的刀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手起刀落。怎么回事？说，谁干的？谁干的？快说呀！太后应该歇歇了。这事究竟谁干的？太后，云南进贡的八宝云耳羹也该凉了。都退吧。太后，外贼该杀，内奸也该诛。这事不弄个水落石出。今天谁都别想走。我说了，叫你们都退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退下去，抗旨吗？微臣告退。微臣告退。你们干什么？都不听我的话！你们想干什么？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想逼宫吗？微臣告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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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告退。滚！滚！滚！皇上别怕，皇上别怕，皇上别怕。哼，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你笑什么？袁世凯没有除掉，你都高兴？他袁世凯逃出了第一劫，他逃不出第二劫。此话怎么讲？第二劫如果成功，袁世凯将是粉身碎骨。各位王爷，一会儿将有消息传来，我们举杯共庆。亲王虽然是摄政王，但大行太皇后的遗诏说得明明白白，此后国事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诛杀袁世凯还不算重要之事？别说了，皇上，皇上。你们大家都看看吧。袁世凯真是命大，在宫中躲过了那一刀，又躲过我广渠门一颗炸弹。他虽然没有死，但他还是怕了。哎呀呀！微臣焦急发作了，难以为朝廷尽力，请辞一切差事，请恩准吧。哼，什么焦急？我看他是心虚胆怯，想全身而退。那你们说，是准还是不准呢？他早该滚了。他不是有脚疾吗？那就赐他一壶毒酒。那好，准他的奏，赐他回原籍养病去吧。
皇上、皇太后驾到！叩见皇上，叩见皇太后。起吧。谢皇上，谢皇太后。你们刚才在谈论什么？回太后的话，袁世凯以剿急为由，请辞一切职务。让军机处拟个意见，让哀家和摄政王看看，再做裁夺。这事已经定了。定了？怎么定的？准奏，赐袁世凯回原籍养病。谁定的？是我，监国摄政王。哀家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是跟袁世凯过不去呢？怎么了？都不讲话了？啊？准奏，赐袁世凯回原籍养病，就不能挽留吗？回太后，不能挽留啊。那比如说换个方法，代职养伤，行吗？换个方法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已经颁旨了。谁颁的旨？皇上。皇上。皇上，袁世凯回原籍去养病，你知道吗？皇上，你真的知道吗？皇上，袁世凯回原籍去养病，你知道吗？皇上，你真的知道吗？纯亲王，假冒圣旨，你知道是什么罪名吗？回太后，本王还知道，大行太皇太后驾崩前有这么一段遗诏：我临朝数次，实属时势所迫，不得不然。此后，暂勿使妇人语闻国政，需严加限制，格外防范，不得令太后擅权，可谓阴间。都在欺负我孤儿寡母吗？你们在欺负我孤儿寡母吗？不杀袁世凯，一定有后患。但现在已经是纵虎归山了。可惜在广渠门那一炸，却让他给逃跑了。上次你没有成功，这次看我的。这么说，你已经有安排了？嗯。啊？你们干什么呢？袁世凯老贼，还不快下车受死！必有后福。传膳，传膳，传膳。来，好吃吗？想吃什么？
皇上有旨，臣遵旨。奉摄政王代宣统皇帝诏曰：自即日起改立责任内阁，授庆亲王奕匡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胤昌为陆军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载涛、玉朗为军资府大臣。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都起来吧。谢皇上、皇太后。皇上，退朝了，该回宫了。这个宝座，只有我能坐吗？皇上圣明，这个宝座是龙座，只有皇上能坐。刚才那么多人都听我的吗？既然你是皇上，你是天子，天下人都是皇上的臣民。刚才那些人是皇上的大臣，是辅佐皇上的，也是供皇上驱使的。整个大殿都是我的吗？是的，不光是整个大殿，整个皇宫，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整个皇宫，整个天下，我要这些有什么用吗？因为你是皇上，这是皇上天生的权利，也是皇上必须的责任。是皇上就应该拥有这一切。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要。皇上应该有皇上的所有。臣告退。你是我的阿玛吗？是。我的额娘呢？皇上的额娘，皇上的额娘是太后啊。你退下吧。阿玛怎么哭了？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就铺路。更何况，铁路乃国家之血脉。可这么一件好事，竟闹出了大事情。陈师傅，说明白。是。赵尔丰在成都造成血案之后，激起了革命党部分的躁动，他们纠集了20万人，跟朝廷军来对抗，酿成了激烈的战争。真有此事吗？确有此事。现在，仅四川一省就有60多个县成立了保路分会，有7000多万人卷入了保路运动啊！皇上，该怎么是好？什么怎么是好？刚才说的修铁路的事，这铁路不是好好的吗？臣见过太后，见过皇上。在疯！臣在。事情弄成这样，你知道吗？成都20万乱党组成军队，攻城略地。四川还有几千万的乱民卷入保路运动，你知道吗？回太后，臣听说了。你知道了，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好，你跟皇上说说，我看你怎么跟皇上解释。请皇上恕罪，臣治理不善。什么叫治理不善？阿玛的脸怎么红了？回微茶，是臣自己张的嘴。阿玛，为什么要给自己掌嘴？为了铁路和火车。阿玛，你怎么哭了？你为什么要哭？你不要哭好吗？皇上，还是为了铁路和火车。我不要铁路了！我不要铁路了！皇上，
阿妈，我不要铁路还有火车了，我不要哭了。皇上，阿妈。卖爆了，卖爆了！特大新闻！我拍3，一拍拍到云水滩；你拍4，我拍4，一拍拍到小皇帝。报！湖北武昌乱党造反，武汉3镇已经失守。报！湖北省已宣布独立。报！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广东诸省宣布独立。清朝，大清朝，大清朝完了！娘，皇上，传歌大臣去文华殿议事。这，皇上，皇上，报！禀皇上、禀太后、禀摄政王，因美德法4国领会都向外务部照会，对武昌等地的叛乱表示忧虑，希望能有一个像袁世凯一样的人出来平定乱局，以保证大清国的稳定，从而保证各国的利益不受侵害。下去吧。请皇上圣裁。我怕。报！禀皇上、禀太后、禀摄政王，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已经联合，并成立北伐军，准备北伐。刀锋直指朝廷。太后，太后，皇娘！任命我为湖广总督，主办交付事宜。该省的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湖广总督，奶奶的，这官太小了吧？老爷，有没有搞错啊？湖广总督可是堂堂1品，这也是朝廷的权宜之计。那回奏朝廷，此我袁世凯脚疾未愈，暂时不能上任。他一定是嫌官职不够大。湖广总督封疆大吏，到底想要什么？太后息怒。袁世凯，袁世凯，他到底是什么人？袁义，如其谐音，袁也，袁者。袁也，袁者。袁者，老袁，甲鱼。袁也，猴子，沐猴而冠的猴子。他是老袁，甲鱼，猴子。袁世凯真是老袁，老甲鱼，也是老袁，老猴子。皇上圣明。臣等叩见皇上。袁世凯是老甲鱼，袁世凯是老猴子。皇上圣明。额娘，额娘，咱们紫禁城的城墙够不够高？皇上，你问这个干什么？如果城墙不够高的话，猴子就会跳进来。猴子就会跳进来？是啊。哪来的猴子？听说袁世凯是一只老猿变的，猿就是猴子。那北海和中南海之间是不是都叫太液池？对啊。太液池和我们紫禁城相连吗？有水沟相通的。额娘，我叫人把水沟给堵上。皇上，为什么要把水沟堵上？如果水沟不堵上的话，老甲鱼就会从水沟进咱们紫禁城，老甲鱼会咬人。老甲鱼怎么会咬人呢？老甲鱼会咬人。那哪来的老甲鱼呢？袁世凯就是老甲鱼。袁世凯就是老甲鱼？是啊。
袁世凯的袁是袁，袁就是甲鱼，老袁就是老甲鱼。皇上，这话谁教你说的？保密，连额娘也要保密。咬他，咬他，咬他，咬他！哎，你们看我的这只最听话是吧？再咬，咬他！赢了，赢了！臣叩见皇上。平身。谢皇上。你们下去吧。皇上，臣要走了。要去哪里？回江南老家。为什么？告老还乡。臣老了，不能够再为皇上效劳了。这只蟋蟀是战无不胜将军，朕赏给你。臣想劝皇上一句：好皇帝是不玩蟋蟀的。好皇帝。多谢皇上能采纳老臣一言。临行之前，老臣有一样东西想给皇上。这是什么？回皇上，这是江山一统，如铁永固。江山一统，如铁永固。臣告辞。太后，你怎么了？我在哪？这是慈宁宫。我刚才是在做梦吗？皇上，皇额娘，皇儿给您带来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陆师傅说了，这是江山一统，如铁永固。谢皇上。谢皇上！哎，皇娘，您怎么哭了？额娘没哭。说呀，谁欺负您了？朕现在就去下旨惩罚。别！额娘没哭，没人欺负我。太后，大事不好！又有什么事啊？你不要老是紧张兮兮的，你这样把我的心弄得七上八下。再这样，我还能活得下去吗？那奴才就不敢说了。说吧，你不说，我的心更会悬着。大事不好，革命党的北伐军已经打下了南京。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南京失守了。南京失守了？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事。事情都弄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糕的？太后啊，您把气儿沉住，奴才才敢实说。别碰我额娘！启禀皇上，奴才有一件事禀报。说吧。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山西巡抚钟琪被杀，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扬言要杀进北京。杀进北京就杀进北京。万岁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杀进北京我们就全完了。这些传来的消息准确吗？千真万确。这南京失守，陕西兵变，这南北一家攻，我们大清朝保得住吗？袁世凯呢？袁世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山？袁世凯可能想要做内阁总理大臣。什么？他的胃口也太大了。太后懿旨，臣等接旨。奉太后懿旨，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即行来京，任由组织内阁。庆亲王开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逝世，监国摄政王不得干预政事。黄六书载洵、黄七书载涛即日去职。钦哉！
臣等领旨谢恩。哥，不对，我是当今皇上的父亲，我这监国摄政王是大行太皇太后临终前封的，除了皇上，谁都无权改变。如今皇上年幼，我摄政王不干预政事，谁来做主？我摄政王不干预政事，我大清的王权就会旁落别人手里。皇帝，乃皇与帝之合称。皇者，大也，言其煌，称其圣美。帝者，生物之主，兴盛之宗。皇为天，帝为地。那朕是什么？皇上是皇帝。朕是皇帝，也是天子。是的。那天子与一般人有什么区别？大不一样啊！天子乃上天之子，人间之尊。我要大便。啊？哦，来人！阿玛，你闻得到臭吗？阿玛，你这是怎么了？皇上，臣对不起您呢。为什么？皇上，臣以后帮不上您什么忙了。此话怎讲？皇上，您今后一切好自为之吧。臣盼望皇上快些长大。臣告退。这么说，袁大人准备出山？好了，出山。好，请。站住！是谁这样跟本大人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大内重地，武官到此下马，文官到此下轿，无一例外。这是几百年来的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既可以立，也可以破呀。大清皇上的祖宗家法，几百年不变。哈哈哈哈！好一个祖宗家法，几百年不变。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您就是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知道就好。走。这样。老臣袁世凯，向皇上、皇太后请安。多日不见，皇上、皇太后吉祥。袁大人，快请起。谢太后。太后，老臣足疾未愈，远在河南，未能尽臣子之责，为国效忠，拖延到今天才能进宫向皇上、太后请安，让皇上和太后为南方兵变受惊，臣罪该万死。袁爱卿如此忠心，来，快赐座。这。谢太后。国难当头，皇家如此节俭，袁某非常感动。让袁爱卿你笑话了。请问袁爱卿，你下一步准备如何部署啊？老臣命冯国璋、段祺瑞强攻汉口，
如果拿下汉口，就全力攻克汉阳，荡平武昌，这样形势就会逆转。那南京呢？太后说的对，南京确实非常重要。老臣命张勋等部在江浦、瓜州一带布防，绝不让叛军打过长江。好，如此甚好。袁大人，哀家就把这个江山委托给你了，希望袁大人务必尽心。为了皇上，为了太后，为了大清的江山，臣愿意肝脑涂地。太后，还有一件事情，希望太后恩准。说，一定准。逆匪猖獗，来势汹汹，但是我们朝廷的军队粮饷不足，粮饷不足则士气不足啊。袁爱卿啊，现在国库空虚，哀家变不出金子。老大，醒醒，醒醒！老大，怎么回事？醒醒！老大，请摄政王为小的们做主啊！谁干的？袁世凯。袁世凯，他竟敢在紫禁城杀人！禁卫兵，集合！散了吧。散了。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就抓紧时间去办吧。怎么了？张公公还有事情？我知道袁大人最不缺的就是记性。回去吧。这。抓呀你！抓着你了！抓着你了！皇上，奴才冒犯皇上，请皇上恕罪。你们护驾不力，这样罚你们互相殴打，互相殴打。这也是狠狠的打，狠狠的打。你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回皇上的话，这里面装的是皇上的江山。朕的江山，朕的江山就这么点大。皇上问得好，这里面装的可是大清朝的命运。大清朝的命运是什么？大清朝的命运也能装在箱子里吗？这奴才也不知道，太后是这么说的。打开看看。奴才不敢，奴才万万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是朕让你打开的。皇上让打开就打开吧。陈师傅，这可没碍着您什么事儿吧？皇上，这上面有太后的封条，拆了封条，奴才脑袋不保。皇上，奴才走了，您接着玩。你们都陪皇上好好玩啊！这。朕的江山就这么点大吗？大清朝廷的命运可以装进箱子里吗？你们想把朕的江山，想把大清朝的命运拖到哪儿去啊？皇额娘，皇额娘，你怎么了？皇上，你知道何意吗？不知道。那皇上同意何意吗？皇额娘同意，朕就同意。那就是说，皇上同意何意了。让军机处通知袁大人，宣哀家懿旨，愿意何意。如果他们罢兵，我们多让一步。万事以平安为上。这……慢，叫他把何意的条件拟出来，让哀家先看看。这。混账！这革命党太混账了！现在双方犹在议和，他们怎么可以首先推选出中华民国大总统？哎，袁大人息怒，他们这么说的。到如今已经有10几个省独立，群龙不可无首，而且孙文担任的只是临时大总统。孙文是个君子，他已经派人向咱们保证，和议条件一旦达成，
他立即将大总统的位置拱手让给袁大人。他可是当真？应该当真。那他们对和议提出哪些条件？第一条，推翻大清王朝，改君主国体为共和；第二条，皇帝退位。就这2条啊？就这2条。不，应该还有第3条的。啊，对，第3条优待旧兴王室。应该还有第4条。如果还有第4条，我们起草。事成之后，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当之无愧，由袁大人担任。当之无愧这4个字用得好，用得恰当。他们革命党闹来闹去，不就是为了推翻大清王朝，叫皇帝下台吗？如果我袁某能够办得到，难道我还不算当之无愧？这就是当之无愧。太后，外边的小报都在传说，革命党跟朝廷已经开始议和了。我以为是什么事情呢，慌慌张张的。议和是好事啊，双方息兵，免得生灵涂炭，化干戈为玉帛。是，可是人家提出的议和条件也太过分了吧？什么条件？什么推翻大清王朝，改君主国体为共和，什么让皇上退位，否则绝不罢兵。按这么说，那不就是没有了大清朝，没有了朝廷，也没有了皇太后，连皇上也没了？不，皇上有啊，朕就是皇上。照这个条件，绝不能议和，不能议和。禀皇上、皇太后，英日俄美德法6国驻沪领事联名向朝廷发来诏会。什么诏会？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使5各国在华利益乃至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务请南北双方停止冲突，尽快达成和议。我们，皇额娘，太后，皇额娘，你怎么了？去吧，你不要生气，朕给你揉揉。皇上，我们的位置没了。皇额娘，说的是龙床吗？龙床没了，我还有椅子。传袁世凯。回太后，袁世凯好像去前线了。摄政王呢？摄政王呢？太后不是有旨不让摄政王干预政事吗？把这个丧钟拿走！拿走！皇额娘，你怎么了？皇额娘！臣袁世凯叩见皇太后。快！太后还没赐座呢。哎呦！声音不够响亮。袁爱卿啊，哀家这几天很想见你。谢太后惦记。这几天臣为了战事一直在外。那现在局势如何？现在局势只有2条路。哪2条？内战，议和。也就是说，要么继续内战，要么就议和，没有第3条路可以选择。那内战，朝廷有必胜的把握吗？没有，绝对没有。革命党的势头越来越大，南方有10几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宣布独立也就是复逆。那议和吧，议和。哀家不想见到生灵涂炭。太后慈悲圣明，臣已开始和革命党议和。太后，请过目。这就是议和的条件。他们的要求是皇上退位，咱们的要求是优待皇室。双方各退一步，这就是议和的规矩。太后在退位诏书的文件上用写，而他们则会在优待条件文件上签字。那这和议就成了，天下就太平了，老百姓就不用再受战火之苦了。这是以皇权来做交换。这是要牺牲皇上的，不行，绝对不能拿大清的江山来做交换条件。臣绝对没有拿大清江山作为条件，大清江山1寸都不会少。太后，
革命党已经做了很多的牵制与让步，要不然就不会有优待皇室这个承诺。不行，那就重启内战。太后，如果重启内战，臣担心一旦战败，大清将真的会易主。兵临城下时会应了那句老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太后，这孰轻孰重，还请太后三思。退位诏书虽然放弃了皇权，但优待条件文件里面说明了，皇上还是皇上。这协议好像是放弃了新朝，但实际上保留了朝廷，保留了皇室。看起来皇帝没有了皇权，但是太后细心想一想，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因为皇上还是个孩子，即使不放弃皇权，但因为皇上还是个孩子，这样在未来10多年内还不能真正的行使皇权。等10多年以后，皇上长大了，革命的疯狂也减弱了，皇上可以再一次掌权，那个时候的掌权才是真正的掌权。所以，所谓皇上退位，只是皇帝暂时把权力交给一个自称民国的摇摇欲坠的组织暂代管理而已。到时候民国运转的结果将会证明其自身并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维持秩序，国民只会感到厌倦，他们自然会想起大清皇帝还在，朝廷还在，所以皇帝复位是迟早的事。由于太后不忍心百姓继续受战火之苦而自愿接受协议，洋人也会赞美太后宽宏大量，百姓也会被太后的真诚所感动。而且几年后，天子可以亲政。但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只有继续内战。如果朝廷胜的话固然好，一旦失败了，这极有可能人家就不会再在优待条件文件上签字确认，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的一幕将会重演，而且还有英法最后一代君主走向断头台的劫运，也是前车之鉴呢。好吧，合理的事交给袁大人全权负责。臣遵旨。请太后用席。还得要各大臣一起，传各大臣到阳新殿议事吧。这。臣等坚持君主之治，不许共和，望皇上太后圣断，不为他人所惑。皇上三思。太后，共和也好，议和也罢，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灭我们大清。在此生死攸关之际，臣等绝不能退缩。臣愿以死相拼，保卫皇上，保卫大清。梁大人忠心可嘉呀！太后，那袁世凯是曹操，居心不良，绝不可信。太后在上，臣和铁大人等已成立了宗社党，誓与革命党决一生死。臣现在就南下，臣告退。禀报皇上、皇太后，大事不好了！两个大人被炸弹给炸了。谁炸的？不知道。还有救吗？恐怕没救了。下去吧。这。太后如果在这上面用刑，那革命党就会在优待条件上签字，否则内战重启，
这一切将成为未知数啊！请太后三思，臣告退。袁大人，臣也告退了。臣告退。臣告退。臣告退。都走了，树倒猢狲散。走吧，走了也好。皇额娘，我怕。皇上，太后，用不用洗？洗。报！电报，10万火急！直隶总督张志峰领衔，属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巡抚张怀之、河南巡抚齐耀林、吉林巡抚陈兆常、属山东巡抚张大人等联名启奏，一致恳请太后速降明谕，宣布共和。宣布共和，就是皇上退位。报！启禀太后，电报10万火急！前线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7人联名点奏，共和国体123王公阻挠，一之恩旨至今未颁，内乱不止，万民受难。现在四面楚歌，局势危急，皆因归咎于皇族之间的破坏和阻挠。国体一日不定，则百姓因受战火冻馁而死于非命者日益数万增。如再不行共和，吾等众将唯有挥泪班师，率兵回京面奏太后。他们率兵回京什么意思？他们想兵变呢？他们想兵变呢？用洗吧。皇上，纯王爷找皇上的吧？皇上退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皇上退位了。大人！妈妈，你怎么了？皇上，臣载沣，对不起皇上啊！268年前，6岁的幼主顺治皇帝，在摄政王多尔衮的辅佐下，我大清朝走向了兴盛。268年后，同样是6岁的幼主宣统皇帝，在我摄政王载沣的辅佐下，我大清朝却走向了覆灭呀！皇上，臣载沣对不住您呐，对不住列祖列宗啊，对不住列祖列宗啊！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形势波及到了全国。1912年2月12日，迫于压力，隆裕太后代表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朝灭亡了，皇上退位了！各位同学们、同胞们，大家听我说，溥仪是中国历史上500多个皇帝中的最后一个皇帝。大清王朝是4000年来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个王朝。现在，最后一个王朝和最后一个皇帝，终于被消灭了！民国万岁！民国万岁！吾皇万岁！大清万
皇上，上课吧。朕现在还是皇上吗？皇上还是皇上，不过大清朝没了。什么叫大清朝没了？江山没有了。江山没有了，那朕是哪里的皇上？皇上是紫禁城里的皇上，是全国臣民心中的皇上。老兄，你现在是大总统了，大总统就是皇上啊！啊，哎，没错没错，大总统就是皇上嘛！啊，啊，哎，石长兄，你来的正好啊，有个事情还没着落呢。什么事啊？总统府啊，皇室还暂住在紫禁城里。哎，中南海如何？很好，那个地方很好啊。这还得跟皇室商量啊！不用商量，如果民国想要收回紫禁城的话，就等我咳一声，也就一下午的事儿。对了，隆裕太后还好吧？她是女中尧舜呢。如果她再年轻几岁，那她在我的姨太太里面，那也不妨多添一房啊！大总统口德。臣叩见皇上。这是怎么回事？皇上，今后不能在这儿读书了。搬家。搬什么家？回皇上话，袁大总统现在是总统啊，总统总不能住在胡同里吧？皇上，他这句话说得好，猿猴变成弼马温，不能再住在水帘洞了。陈师傅，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大总统的国民。我陈宝琛仍然是大清朝的臣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只告诉你一件事：皇上读书得换个地方了。朕也再问一句，为什么？回皇上话，紫禁城3大殿现在是民国总统府了，还有这中南海、北海、南海，袁大总统要住在这儿。你的意思是说，袁世凯办公在3大殿，住家在中南海，甚至连北海都给搭上了？正是这样。袁世凯胃口可真大，应该叫袁大总统。这里是皇上住的地方，袁大总统就是皇上，朕才是皇上。是的，您确实是皇上，只不过是退了位的皇上。胡说！整个紫禁城都是朕的，皇额娘说过，朕是紫禁城的皇上。难道陈师傅没有告诉皇上，优待条件里说的明明白白的，皇室暂居紫禁城，随后就迁往颐和园。现在紫禁城是民国的，就是今后皇室住在后宫，也应该向民国政府出一张借据。住嘴！看你这副嘴脸，啊！亏你还拿了这么多年大清朝的俸禄，你是我大清朝的叛臣贼子，你将来不得好死！少废话，赶紧快搬！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微臣这儿还有4个字：中华亡国。中华亡国？对。请问师父，这中华亡国是什么意思？回皇上的话，民国对皇上来说就是亡国，亡民之国。皇上，皇上，皇上，太后不行了。太后怎么不行啊？太医叫人准备料理后事了。太后想要在闭上眼睛之前再见上皇上一面。
皇上。